糟了，防火墙正在被突破，服务器要瘫痪了！慌什么啊？都给我打起精神来！无论如何都得给我守住！坏了 ，IP 被锁定，没有办法操作了。宋总监怎么办？一帮废物！你们都给我滚出去！给我滚！不能出问题，千万不能出问题！系统彻底崩溃。要是让董事长知道是我偷换了防火墙，他肯定不会放过我的。完了！许兰，许兰，芷兰，芷兰，芷兰，赶紧跟我走，快！怎么了？不好了，我们公司刚刚被大批黑客给袭击了，现在导致防火墙系统全部瘫痪了，你赶紧跟我走吧！快快快！快，芷兰，快！芷兰，你有办法解决吗？芷兰，这都这么长时间了，这系统还能修复吗？啊，喝口水。问题不大，不过是病毒入侵了云端服务器，干扰了端口输出。只要在防火墙上加装反追踪系统，反过来攻击黑客的服务器，就能迎刃而解。你看，好了。哇塞，芷兰，你太厉害了！我刚刚打听到，这次袭击我们公司的可是世界排行第2的黑客团队啊！你这一个人，这打败了上百名国际知名黑客，不愧跟你的网名一样，罪恶克星。那是，你也不看看我是谁的女朋友。但是宋河，我刚刚在检查系统的时候，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什么问题啊？我们公司有内奸。啊，你怎么知道有内奸的？这不是我设计的防火墙系统，我的被偷换了，谁偷换了它，谁就是内奸。咱们得赶紧把这个事告诉董事长，然后把内奸抓起来。芷兰，阿和，你怎么了？芷兰，都怪我鬼迷心窍，我昨晚换上了自己做的防火墙系统，结果早上没换回来，这才导致公司被黑客团队给攻破的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这些年，别人是不知道，但是我心里跟明镜一样。我就是通过你，我才能一步步做到技术总监的位子上。我就是想证明我宋河配得上你啊，芷兰。阿和，芷兰，反正这件事儿千万不能让董事长知道，不然我这辈子就玩完了。我不仅要赔钱，甚至有可能要坐牢的。这样我就再也没有机会娶你了。阿和，你先起来，你先起来。我知道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我，可是以你现在的能力，还不能设计出完整的防火墙。阿和，你下次不能再这么鲁莽了，知道吗？我就是太着急的想证明自己了，想让我快点进步，这样才能更好的配得上你嘛，芷兰。阿和，你心里有我就行了。芷兰，那你等我一会儿啊。小兰，下周就是你的生日，我定了一个你最喜欢去的地方——马尔代夫旅游团。这个呢是旅游团的安全责任书，我已经签过字了，就差签字了。阿和，你订了旅游团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啊？嗨，我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？快签吧。签好了，阿和，有你真好。好什么好？技术部遭遇黑客袭击，隐瞒不报，造成公司重大损失，你们还敢说好？
张秘书，这人谁呀？这是董事长女儿杨丽玲，刚从国外回来。董事长出国休养，从今天开始，公司上上下下的事宜皆由大小姐负责。宋河，你身为技术部总监，防火墙被黑客攻破，导致公司几个小时损失了几百万，还想隐瞒不报？这件事你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，我不但要停你的职，还要你赔偿所有损失。哎，小杨总，宋河也不想这样的，但是这次攻击咱们公司系统的是世界顶尖的黑客团体，宋河他实在没有办法应对。没有办法应对，那我们公司养你们是干什么吃？宋河，给我个解释吧。小杨总，既然已经被你发现了，那我也就不打算隐瞒了。阿和，哎，这次防火墙系统被黑客攻破的事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都是他叶芷兰的责任。什么？我的责任？小杨总，是叶芷兰私自篡改公司的防火墙系统，这才导致被黑客团队给攻破的。阿和，叫我宋总监。小杨总，这份是事故责任书，上面有叶芷兰的亲笔签名，请您复目。叶芷兰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阿和，这不是刚刚你让我签的旅游协议吗？旅游协议，你看看，你这一天不好好工作，脑子都想什么啊？平日里仗着是我的女朋友，在公司里面浑水摸鱼、偷奸耍滑的也就算了，我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，但这次你不该胆大到偷换公司的防火墙程序，损害公司的利益。这回你说什么我也绝不会姑息你。我什么我？没想到我接手公司第一天就抓住你这么大的蛀虫。叶芷兰，你被开除了，马上收拾东西，给我滚出公司！你到底在哪儿啊？老板，人事部已经对罪恶克星发出第3次邀请了，但始终没有消息。废物！公司养你们干什么吃的？老板，那可是号称世界第一的白客呀，计算机界里的第一大神，神出鬼没的。要不是之前那条没有署名的消息，我们连他在弘扬公司的消息都未必能得到。这些年，弘扬一直压着我，就是因为这一尊真神。要是不把他找出来，恐怕明天的云城科技大会，我们必败无疑。一旦明天拿不到云城政府那3个亿的云端项目，董事会那些老家伙肯定会趁机发难，对您进行弹劾。老板，你要去哪儿？去弘扬。今天无论花多少钱，我就算是抢，也要把罪恶克星给我抢回来。可是什么？可是我们都不知道罪恶克星那一尊大神他长什么样子。老板，最新消息，罪恶克星离职了。今天我要是不来，像叶芷兰这种蛀虫，还不知道要在公司隐藏多久。从明天开始，我要大力整治公司，混吃等死，一律按照叶芷兰的下场开除处理。喂，爸。女儿啊，我已经到疗养院，以后公司就交给你了。爸，你就安心疗养吧。明天开始，我会大力整治公司蛀虫，一律没有。好，爸爸支持你的决定。哦，对了，忘了告诉你一件事，你谁都可以动，就是技术部的叶芷兰，这个人千万不动。不能动？爸，你说晚了。公司这种蛀虫，我早都开除了。什么？你把叶芷兰开了？他偷换公司系统，导致公司损失了几百万。这种人留着他干什么？偷换系统？不应该啊！系统本来就是他做的，
而且这些年公司一直都是靠着他才能在云城独占鳌头，而且明天的云城科技大会，公司还要指望他。爸，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，都什么年代了？我还就不信我们一家上市公司没了他还会倒闭不成？可明天的云城科技大会，行了吧，我一定会带领公司赢得比赛。好了，挂了啊。我爸真是老糊涂，3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2条腿的程序员一抓一大把。没了他叶芷兰，弘扬就不是弘扬了。没错，我相信只要在小杨总的带领下，我们弘扬只会更加辉煌。松河，我很看好你。今天你能站出来大义灭亲，为公司扫除蛀虫，在我这里过关了。谢谢小杨总，我以后一定会再接再厉。明天的科技大会一定拿下。好，糟了，宋总监，我们公司的防火墙系统又被黑客攻破了。什么？小杨总，系统崩溃，公司提供网络服务被迫终止，用户都在投诉，公司股价也开始下跌了。宋河，怎么回事？我爸爸刚出国，出了这么大的事，我怎么跟他解释？还不快出！小杨总，您别着急，我现在就处理。问题不大，不过是病毒入侵了云端服务器，干扰了端口输出。只要在防火墙上加装反追踪系统，反过来攻击黑客的服务器，就能迎刃而解。搞定！系统真的恢复了，宋总监，您真的太厉害了！哎，太好了，宋河，我果然没看错你。小杨总，这都是我该做的。叶芷兰，实话告诉你，当初我跟你在一起，我就是为了学你的技术。其实啊，我压根儿就没喜欢过你。不好意思啊。谢谢。没人要的野种，你妈妈都不要你了。我妈妈去工作了，不是不要我，就是不要你了。小野种，没人要的野种。小野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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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野种。你们不许欺负他。没事吧？乖，咱不哭。这是我自己做的手链，送给你。是他。老板，干嘛去啊？弘扬公司在那边呢，你不找罪恶克星了呀？罪恶克星的事情就交给你了，我现在有比找他更重要10000倍的事。不是吧？为了泡妞，冷血事业狂居然转性了？喂，你坐错桌子了。你真的不记得我是谁了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是我今天撞的那个人，是不是？怎么一个人在这喝闷酒？失恋了？
你错了，是失业加失恋。你说我是不是很没有女人味儿？我跟宋河在一起3年，都3年了，他碰都没有碰过我，他还说多看我一眼都恶心。我问你，我恶心吗？你比任何人都好看。你也在骗我，说吧，你想骗我什么？钱是吧？来，都给你，拿着啊！我没有骗你，我说真的，你在我心里，你永远比别人都漂亮。那你证明了。渴了吧？喝点水，醒醒酒。你不用担心，昨天晚上的事情我会负责的。负什么责？有什么好负责的？一夜情而已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哦，真的？当然是真的了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话不用说那么清楚。走了。啊！你放开！你再不放我报警了！你真的不记得我是谁了？你是昨晚酒吧捡尸的色狼？这个你还记得吗？你是没人要？想起来了。完了！我堂堂世界第1百可罪恶克星，居然被当年的小屁孩睡了！怎么，睡了人就想跑是吧？老板，你在哪儿啊？科技大会还有2个小时就开始了，你怎么还不来？知道了，我马上就到。你跟我一块儿去。你昨天不是说被渣男耍了？正好我去帮你手撕渣男。李岩，温总昨天不是去华阳公司挖罪恶克星的技术大神了吗？怎么他自己人消失了？这……说呀！我们昨天确实是去了弘扬，不过刚到公司楼下，老板就被一个女人给勾走了。什么？这次科技大会那3个亿项目的归属，决定着咱们公司能不能成功上市。整个董事会都在盯着他，他倒好，放下公司不管，居然跑出去泡妞。温总，您终于来了。这位该不会是您千辛万苦找的技术大神吧？他不是。那他来干什么？这不是你该管的吗？商业部王玉柔总监。宣布一下，这是我女朋友。我什么时候成你女朋友了？昨天晚上，你让我证明给你看的时候。老板，大会比试马上开始了，我们要不要先去看看技术部准备如何？请。老板，怎么样了？第4道防火墙的构建还是没有完成，程序一直都在报错。如果迟迟不能架构完成，恐怕今天
又要输给弘扬公司了。都怪我，要是昨天找到那位技术大神就好了。老板，对不起。要我看啊，就是某些人红颜祸水，要不然公司也不至于这么被动。要是再输给弘扬，董事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你说够了没有，王雨柔？本来就是嘛。哎，我是不是耽误你们的事情了？没有的事，你对于我而言，比任何事情都要重要。只要能找到你，就算公司倒闭了，我也无所谓。但这次，你不该胆大到偷换公司的防火墙程序，损害公司的利益。这回你说什么，我也绝不会姑息你。温总，你怎么这样啊？要不是因为他，昨天你没准就能见到罪恶克星了，我们也不至于在这等死啊。我说了，任何事情都不如叶芷兰的1/1000重。谁要是再有异议，就给我。等等，你们要找谁？罪恶克星，那不是我的网名吗？你也配？看看你自己从上到下打扮的花枝招展，像是搞技术的吗？不知道的呀，还以为是哪家大小姐呢。闭嘴，王雨柔，在我心里，10个罪恶克星都比不上一个叶芷兰。要是再有意见，就给我滚出去！哼！时间紧迫，你们再试试构建第4道防火墙。老板，不是我们不想，就这么点时间，哪怕我们有办法，也来不及啊。这有什么来不及的呀？只要在代码中重新定义安全策略、配置访问控制以及测试数值，就能构建成功了呀。你知道怎么解决？这不是很简单的事吗？简单，技术部花了整整3个月的时间都没有构造出第4道防火墙，你一句话就想解决？开什么玩笑！我就是实话实说，你要是不相信，我也没办法。装的还挺像，如果没有温总，你连这所会场的大门进都进不来。王雨柔，你够了！老板，虽然王总监说话比较直，但是他说的对，第4道防火墙系统，我们投入了大量的时间、人力、财力、物力，到现在一直都无法攻破。这位小姐一句话就可以搞定，那岂不是说我们都是废物？是啊，老板，这半年来我们每天都在加班熬夜，没有一丝懈怠。成功了！什么成功了？我刚才按照这位小姐说的方法去操作，结果真的构建出了第4道防火墙。啊！竟然真的成功了！老板，真的成功了！一句话就解决了困扰技术部大半年的问题。叶小姐，难道你真是罪恶克星？你真的是罪恶克星？应该是吧。太好了，有这样的顶尖大神坐镇，我们赢定了。哟，还没比就赢上了，你们雷霆公司还真是乐观呀！啊，小杨总，这位就是雷霆的总裁温庭珺。温总，这次过来亲自督战，是为了恭喜我们弘扬公司拿下科技大会的项目。鹿死谁手还不一定，不要太轻视对手才好。哎，温总言重了，旗鼓相当，有来有回才叫对手。我听宋河说，这么些年，雷霆一直输给我们弘扬公司，这也叫对手吗？啊，温总，小杨总，我听雷霆的董事会说，他们一直都很不满温总的带领，毕竟总是被我们压一头啊。哦，那要是这回再输了，温总，你不会被免职吧？这就不需要你来操心了。没错，就在刚刚，叶小姐帮我们完成了第4道防火墙的构建，谁输谁赢还不一定。叶小姐，你是叶芷兰？哼，你们说的技术大神，莫非就是他？难道你们不知道叶芷兰是被我亲自开除，滚出弘扬公司？这样的蛀虫也配叫技术大？你说什么？叶小姐是被弘扬开除的？没错，这个擅自篡改公司的防火墙系统，导
导致我们公司损失惨重。就他，你们也敢指望啊？事实如何，你比我清楚。难怪他懂一点技术，原来是被弘扬开除的。温总，像这种人指导构建的防火墙，咱们公司敢用吗？注意你们的言辞，叶芷兰现在是我的女朋友，你们一口一个老女人。李岩，通知公司法务部，向他们两个提告，勒令他们登报道歉。是。温总，这点小事没必要吧？很有必要。我的女人，你们不配，更没有资格骂。好好好，连我开除的人都敢用，看来温总是故意跟我过不去。是有。哎呀，这样吧，温总，只要你现在给他分手，我保证这次云城的项目里边那些什么端口安装的粗活，我都交给你们公司干，也不枉你们白白辛苦一场，怎么样？不必了，项目我们自己会拿下。至于你们两个，就等着登报道歉吧。科技大会决赛将在3分钟后开始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今天弘扬赢下比赛，你温庭筠被董事会拉下马之后，还有没有这么硬气？有请本次科技大会的主办方代表，云城政府的李明光部长。杨总、温总，你们两家可是我们云城顶尖的科技公司，这次谁能胜出，将会获得由我们云城政府提供的3亿网络云端建设项目。李部长放心吧，我们一定全力以赴。李部长放心，在云城，我们弘扬就是最好。现在由我来介绍本次科技大会的比试规则。我们准备了一款最新型的网络病毒——平湖病毒。接下来，我们会将参赛公司提供的防火墙系统降低90%的性能，进行防御试验。每家公司有2次试验机会，哪一家公司的防火墙系统抵御的更久，就是最终的获胜方。接下来，有请雷霆公司率先开始测试。准备就绪，可以测试。开始测试。什么？不到10秒，第一道防火墙就破了。温总，这就是你们公司的防火墙系统。哼，你要是不说，我还以为这是防火网呢。雷霆公司第1轮测试结束，3分21秒。这种水平也好意思过来比赛，肤次亮丽。温总，我看这第2轮也不用测了，直接投降认输，省得大家浪费时间嘛。哎，别呀，小杨总，让他们测，万一第2轮的时间更短呢？有请弘扬公司准备测试。行了，不跟你们在这儿嘻嘻哈哈的了，让你们看看什么才叫真正的防火墙。丢人现眼，滚一边去！这是5道防火墙。温总看到了吧？这就是我们弘扬的实力。测试开始。弘扬公司第1轮测试结束，6分50秒。第一次测试坚持了将近7分钟，这差距也太大了吧？还怎么比啊？哎呀，文总，现在看到什么叫真正的防火墙了吧？你们公司那个连垃圾都不如啊！温总，你就等着被董事会清算吧。第2轮测试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到底还有没有赢的可能？对不起，魏总，我们设计的防火墙和弘扬的相比，差距实在太大了，我是一点赢的希望都看不到。
要不，让我来试试。你不是还有第2轮测试吗？技术部花了大半年的时间都没有攻克第4道防火墙，你一个被开除的人行吗？要不你问问他们，第2轮有赢的把握吗？魏总，比赛输了，我难辞其咎。但是别说叶小姐没有这个本事，就算她有，我们的防火墙系统现在也没有办法得到更大的优化。不是，谁说要用你们的系统了？你带着自己做的系统来的？这东西很难吗？现场编程一个不就行了？怪不得你被开除了。构建防火墙系统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，不是一个人在几分钟内就能做到的。现场编程防火墙系统出来，这怎么可能？别以为有温总罩着他，你就可以胡说八道。我信，温总，他说可以，我就相信他。疯了！温天俊，你彻底被这个女人蛊惑了。这次比赛输了，还可以向董事会解释弘扬准备的太过充分。可你一旦让她上了，输的太难看，董事会不会放过你的。王雨柔，我现在才是雷霆公司的总裁，我有权利做出任何决定。第2轮测试就让叶芷兰上，我说的。你，温总，眼睛瞎了，看上这个老女人也就算了，现在怎么连心也瞎了呀？相信这么一个被开除的废物。恋爱脑也能当总裁，我真为雷霆的未来感到担心呢。把你们的臭嘴给我闭上！她现在是我的女人，她说可以就可以。倒是你，当了渣男，还在这落井下石，人品这一块还真是堪忧啊。好，听不进去劝什么？行啊，那咱们就走着瞧。等你今天输了，从雷霆总裁的位子上给我滚下来之后，到时候你无权无势，你看看这个老女人还愿不愿意跟着你？哼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出职的。走吧。现场编程做防火墙，我干网络这么多年来，还从来没听说过。哎，人家是拿雷霆的脸面给那老女人挥霍呢。搞定。防火墙系统构建完毕，检测到1级防火墙系统，请问系统覆盖？覆盖。故弄玄虚，编个语音包，你装他妈什么未来战士？何主管，你说叶小姐设计的这防火墙能有几道防护，能打败宋河吗？不知道，好歹也是知名大神，就算在场，看这架势，应该至少也能设计出4道防火墙吧？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公司呀。当初在弘扬，要不是我罩着他早就被开除了。你们现在居然还相信这个废物，我看你们俩病得也不轻啊！是不是废物？过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覆盖完成，雷霆系统守护您的安全。怎么才3道防火墙？3道防火墙？叶芷兰，您设计的是入门级别的防火墙程序吗？啊？放心吧，对付他们3道就够了。好，怪不得设计的这么快，原来只有3道呀。有时候啊，程序多了未必是件好事。现在可以开始测试了。测试开始。测试开始。希望叶小姐设计的防火墙能多坚持一会儿吧，要不然老板这一次真的要被董事会清算了。要是温总被董事会清算，我一定不会放过叶芷兰的。怎么回事？才1秒钟，第1道防火墙就被突破了。我早就知道会这样。老女人，现在你知道自己到底几斤几两了吧？
杨总，恭喜你！看来这次的项目归你们弘扬公司了。谢谢李部长。唉，我也没想到赢得这么轻松啊！看来还是对手太弱了，连1分钟都坚持不到。雷霆来参加比赛，不是浪费资源是什么？放宽心啊，让你上场是我的决定，任何结果我都可以接受的。你急什么呀？好戏才刚刚开始呢。闭嘴吧你！还嫌不够丢人吗？要不是因为你，我们也不至于输得这么惨。这下温总和雷霆公司在云城要彻底沦为笑柄了。喂？什么？老板，董事会打来电话，决定下午召开股东大会，决议是罢免你。我是不是早就说过，相信这种老女人无异于是在找死？现在信了吧？信了吧？叶芷兰，等温庭珺被雷霆公司罢免的时候，你也只有跟他一起去要饭了。等等，你们快看！病毒清理完毕，发现源头目标，是否摧毁打击？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眼见为实，有什么不可能的？温总，恭喜恭喜！这次科技大会上的项目由你们公司获得，雷霆展现了卓越的技术，让人刮目相看。将来我们还有很多的项目要与雷霆合作。谢谢李部长。好。怎么搞的？现在项目拿不下，怎么跟我妈交代？这我也不知道是这个情况呀。我早就说过，鹿死谁手尚未可知，这就是你们轻视对手的下场。不过，我还是要谢谢你们有眼无珠，开除了让雷霆大获全胜的大功臣叶芷兰。温庭珺，你给我等着！这次只不过是你侥幸赢罢了，以后我就你哭的时候。公司有芷兰在，我很放心。怎么，你们是想留下来，看我们庆祝吗？废物，都怪你，还不走，留着丢人现眼吗？杨总，哎呀，叶小姐，刚才真的抱歉，对不起，是我目光短浅，竟然不相信你。在技术这一块，你可是比我强太多了。芷兰，谢谢。今天如果没有你，雷霆公司可能很难赢得科技大会。现在我代表雷霆公司正式邀请你加入科技部，担任科技部总监。温总，技术总监一职事关重大，怎么可以轻易任命？你难道没看到是芷兰帮我们赢得科技大会的吗？还有，我任命时需要你来指点我，你愿意吗？我知道，雷霆公司对你来说可能规模还是太小，可能还是配不上你了。你胡说什么呢？我怎么会嫌弃雷霆呢？这么说，你答应了？太好了，有了叶小姐加入，我们公司肯定会越来越好。李岩，给我通知下去，从明天开始，公司全面换成由叶芷兰设计的防火墙系统。好。温庭珺，老板！医生，我们家老板怎么样了？没什么大碍，就是最近一段时间过度劳累，一时体力不支，昏厥过去了。为了科技大会的项目，老板最近很忙，耗费了很多精力。昨天晚上肯定没有休息好吧？看我干嘛呀？我哪知道他有没有休息好啊？哎呦，行了，我也是过来人，年轻人的事儿我懂，那方面的事情还是要有所节制，身体再好也不能过度。好了，我先走了，等病人醒来了，多补充些营养，少吃些辛辣的东西，休息2天就好了。哎，医生，我送你。都怪你！我现在怎么解释都解释不清了。
你说说你，年纪轻轻人高马大的，你怎么这么虚呢？你该不会是肾亏吧？你说谁肾亏呢？你肾亏，你要不肾亏，你怎么会晕倒啊？我那是前几天劳累过度，这跟肾不肾亏是两码事。再说了，我肾亏不亏，你还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怎么知道你肾不肾亏？你别解释啊，解释就是掩饰，掩饰就是事实，你就是肾亏。你干嘛？喂，老板，不好了，公司的运营服务器全都崩溃了。什么？宋河，你个混蛋！科技大会3亿项目丢失，你让我怎么跟我爸解释？小杨总，您先别生气，这回就是个小小的意外，都怪那个叶芷兰。这些年他在我身边学了不少技术，都是我疏于防范，这才被他给偷鸡成功的。小杨总，我给你保证，以后我一定带领技术部门再创佳绩，为我们公司赢得所有项目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，不会骗我。小杨总，怎么会呢？这回就是个意外嘛，您放心，绝对不会再有下一次了。至于叶芷兰跟温庭筠那对狗男女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，我会全力帮助小杨总你去对付他们的。糟了，孙总监，我们公司的防火墙系统又被黑客攻破了，这一次连我们的服务器都被烧了。什么？连服务器都烧了？是啊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小杨总，现在服务器崩坏，公司提供所有网络服务被迫中断，用户已经开始投诉了。如果再这样下去，公司就彻底完蛋了。怎么办？宋河，你快想办法呀！这事儿瞒不了多久，我爸要是知道了，一定会杀了我的。什么？事到如今，还想瞒着我？爸，你怎么来了？爸，你怎么来了？再不回来，恐怕整个公司都要没了。你，我才离开公司2天，你不仅弄丢了科技大会3亿的项目，还差点把公司搞破产。你想气死我吗？我闭嘴！还有你，没用的东西！公司被你搞得乌烟瘴气，你就等着吃官司，被告得倾家荡产吧！哎，董事长，这不关我的事儿，都是叶芷兰搞的。叶芷兰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这些年技术部全靠叶芷兰撑着，没有她，你这种草包能坐得上技术总监的位置？爸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废物？全是顶梁柱都分不清，怎么就相信了这么个废物？爸，那我现在把他请回来。站着！叶芷兰，哼，刚离开弘扬，转头就去了雷霆，一点旧情都不念，也不是个什么好东西。杨寒天堂堂一个上市公司董事长，还需要反过来去求一个臭打工的？爸，那现在没了他，我们该怎么办啊？我这次出国除了休养，还去了趟米国的宙神公司。宙神公司，那个世界上最大的服务器公司。我已经和他们谈过了，以后公司系统和服务器这块全部交给他们处理就好。现在公司服务器瘫痪，找他们维修就行。好，行了，我已经和宙神公司的总部通过电话，他们正好有2位工程师在去雷霆公司的路上，你们去把他们请回来，记住，一定要把人带来。等解决完这件事儿，我们再找时间收拾叶芷兰。怎么样了？
昨晚替换防火墙系统后，服务器全部崩溃，网络服务全部终止。老板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们用户数据全部流失，公司也会破产。这不可能！怎么不可能？你就是因为技术不达标才被弘扬开除的。依我看，我们公司数据之所以瘫痪，全都是因为你害的。闭嘴！现在不是说这些事的时候。我知道了，我当时为了赢掉比赛，我特地强化了防火墙代码的运算输出。雷霆服务器的瘫痪，很有可能就是因为无法承载新型防火墙的运算输出而导致的。无法承载？你知道我们公司的服务器供应商是谁吗？宙神公司，全世界最大的服务器供应商。那又怎么了？那也是服务器的问题。你够了！既然知道什么原因了，就抓紧联系宙神公司，让他们派人过来维修。是。哟，这么热闹呢？刘董事，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呀？怎么，我不能过来？我身为公司第2大股东，我可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温总把公司搞垮。刘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温总，咱们公司服务器瘫痪，你敢说你没有责任吗？咱们公司每停摆1分钟，那可要亏损几10万。一旦客户失去信心，那再怎么弥补，为时已晚。如果你真的在意，就不应该这个时候来找我浪费时间。说吧，到底想怎样？哼，痛快！这样，温总，我给你3个小时，如果服务器你还修不好的话，那你就引咎辞职。好，好，老板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去问问工程师到哪了。是。你听我说，别担心，实在不行，我还有解决办法。吹牛！老板，工程师到了，何主任在和他们交流。太好了，我们抓紧过去看看。魏总，怎么样？可以修复吗？还不知道，2位工程师正在检修。2位，请问一下，我们公司的服务器还有修复的可能吗？当然可以，不然你以为我们干什么？那就麻烦2位帮忙修一下。至于报酬，我们雷霆公司绝对不会亏待2位。这是我们雷霆公司的总裁魏廷军，魏总。维修可以，不过你得先出去。什么意思？听不懂人话，意思就是让你们全部滚出去，没有我们的允许，都不许进来。我们公司每年花费上亿租你们的服务器，现在连看维修的资格都没有，是吗？当然，我们技术可是商业级，谁知道你们当下人会不会透露透血？温总，维修服务器要紧，而且刘董事他们还在外面等着呢。2位工程师，我们这就走，快请你们维修。哟，温总这是，该不会被赶出来了吧？和你没关系。啊，对，跟我没关系。温总，3小时一过，你这总裁之位恐怕就不保了。雷霆公司出了问题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好处我根本就不在乎，我只在乎对你有没有坏处。我这人呐，最讨厌别人在我头上作威作福。大不了到时候我把股份一卖，我照样赚得盆满钵满。哎，放心吧，雷霆不会倒，他的总裁之位你也得不到。2位工程师怎么样？修好了吗？服务器修得很彻底，像今天修好那是不可能。什么？今天修不好？大概你以为维修服务器很简单，我们需要慢慢的调，慢慢的试，起码得3天半。
3天？那不行，3天的话，我们公司就彻底完了。那是你们的事情，我们只负责维修。哈哈哈哈！听见了吗，温庭珏？停摆3年，那咱们雷霆公司跟破产倒闭有什么区别？就不能快点吗？我们公司租赁服务器花了那么多钱，每年维修费都得上千万。说了3天就3天，你觉得不行，那你就自己去修。我们要是会修，请你们来干什么呀？你知道就好。我们工作呢有自己的方式，一般工作8小时，超时不加班，周末不加班，这就是我们的速度。你们，老板，现在怎么办？办什么办呀？直接办理卸任手续得了。魏总，要不我们找其他人试试？是，你拿什么试？我实话告诉你吧，宙神公司服务器的维修师那可是1对1培养的，整个大夏地区配置超不过10人，而他们2位就是华东地区的唯二2位，要不然你认为我拿什么跟你斗？你真卑鄙！李岩，去准备辞职文件。老板，我让你去。愿赌服输，以后雷霆公司就是你的了。等等，谁说你们解决不了，别人也没法解决。你谁呀你？3番2次打断我说话，谁给你的道理？那当然是我们温总给的呀。刘董，您还不知道吧？这位是你们温总花了大价钱最新聘取的技术总监叶芷兰。哎，对了，她现在还是你们温总的女朋友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那温庭珏要替换防火墙的事儿，你涉及了？是又如何？长得倒是不错。小温啊，你可得稳住你的下半身。现在这社会捞女多得很，为了那一点点的好处，可是什么都愿意做的。哎呀，刘董这一看就是明白人，这个叶芷兰当初在弘扬，那全靠我才能生存下去。只不过我没想到的是，被我甩了以后，温总又把这只破鞋当成了宝贝。你要是再敢出言不逊，小心我打断你的狗腿！就是有劲。2位就是宙神公司技术工程师吧？我是弘扬公司现任总裁杨丽琳，我爸应该跟你们总公司联系过了，让我请2位过去维修服务器。弘扬啊，总部确实给我们打过电话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就想跟你过去看看。不过说好啊，我们工作每天不超过8个小时，多一分就都没有。哎，明白，我们公司肯定不会让2位遭受任何不公正的待遇。请吧。等等，你们不能走。温总，他们要是走了，雷霆就完蛋了。什么完蛋了？我刚刚不是说过了吗？他们解决不了的，有别人能解决。谁能解决？我能。温总，你不会还要再相信他的鬼话了吧？温总啊，我可提醒你一句，你现在卸任的话，什么事都没有。但你如果任人唯亲，随便找一个花瓶上去瞎搞的话，我一定会召开这董事会起诉你，告到你倾家荡产。我看你到时候能不能负起这个责。芷兰，你就大胆的修，出了问题，我一人承担。出了问题，我一人承担。你放心吧，不会让你变成穷光蛋的。哼，老女人，你吹什么牛逼呢？你就是一个敲代码的破程序员，你还想干人家工程师的活？你也不撒泡尿！我说了多少次了，我做事的时候不要打扰我，就是记不住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你们成为一对苦命鸳鸯的时候，还能不能像现在这么神气？
芷兰，别有压力。我说了，出了事情我来承担。洪总，我得提醒你一句，你在与人动了我们的福气，造成一级后果，我们概不负责。随便。二位请吧。哼，装腔作势。文庭君，如果出现任何问题，我将召开董事会，送你去做。我等着就是了。关闭电源。是。这身材，怪不得迷得温总睁不开眼。芷兰，怎么样？修好了没有？我重新布局了线路，但现在时间紧，任务重，没有办法做更精细的排序。回头只要更换服务器就行了。好。等会儿我重新载入雷霆防护系统，降低参数规格，再重新启动，估计5分钟就行了。前后维修不到半小时，这种速度想修好服务器，恐怕连宙神公司的工程师都做不到。洪总，是他动了我们的服务器，这些出现任何问题，我们概不负责，更不会再继续帮忙维修。负责个屁！啰里吧嗦说了半天，还不是得修好几天。等你们出手，黄花菜都凉了。芷兰，别听他们废话，你只管做你的。重启电源。好嘞。哼，这下不装了吧？不懂维修还敢乱上？这服务器今天要是没修好，你们都等着给我坐牢吧！文总，我劝你们还是自首，要不然我报警的话，咱们都难搞。谁说我没修好？你装什么逼呢？没看到这服务器亮的是黄灯吗？你要不再睁开眼睛，再重新看看？再看100遍，不还是那样？真的错？不可能，他就是一个被开除的程序员，他怎么可能懂得机械修复啊？两位工程师，要么你们再检查检查，看看到底是真是假。服务器显示正常，这都彻底维修好了。这种维修技术，就连我们周氏公司最顶尖的工程师都做不到。叶小姐，你不是程序员吗？怎么连服务器都会维修了？我平时闲着也是闲着，没事就捣鼓捣鼓，会一点，都会一点。芷兰，谢谢你了。别客气。文总，这服务器已维修好了，那现在我们再来谈一谈服务器的使用问题吧。什么意思？是这样的，只要温总可交出严小姐加入周神公司，我们可以免费让雷霆使用服务器3年，但前提是你先和我们签署保密协议，保证严小姐的技术不会外泄给中上以外的其他公司。为此，我们可以支付给雷霆1000万元作为封口费用。1000万？你们干脆去抢好吧！宙神的服务器租赁费动辄过亿，维修费都几百万上千万的，1000万就想封口，做梦！文总，您意下呀？这不可能！我不会把它交给任何人，它是自由，他想去哪，想把技术交给谁都是他的自由。文总，你要知道，这个世界上周神之外没有其他任何公司
我们任天堂公司庞大的服务器，没有服务器，我们任天堂公司对破产到你家的客户，你这个要拒绝我的提议。文总，没有众人服务器，我们公司物联网做的再好，也没有用武之地呀。两位工程师，既然他们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您二位何必惯着他们呢？要不这样，先跟我回我们公司，把我们那些问题都处理了啊。至于他们嘛，等公司破产了，人家温总肯定会主动上门求你们的啊。3点，记住，你只有3年的考虑时间。不答应，我会来收回所有服务器。行，我这看。温凌月，能满足咱们雷霆公司服务器的仅此一家，你拒绝他们，是要可公司破产吗？刘董，你刚刚不是说了吗？不在乎雷霆公司的死。好啊，明天我就召集董事开这董事会，你给不出解决方案，我看你怎么下台。老板，现在怎么办？我也没有头绪了。这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换个服务商不就好了？你说的容易，能支撑我们公司规模的服务器，目前市面上只有宙神集团一家，要不然我们大夏的物联网也不至于被米国打压那么多年。其实还有一家公司可以帮我们解决目前的困境，不过他们有军方背景，一般不和私企合作。什么公司？青城集团。叶子，这次多亏你帮我们集团解决了服务器架构问题，这军工第4代无人机生产才能正常进行。你可真是帮了我大忙了。哎呀，举手之劳，别客气。而且我最近也对军工机械感兴趣呢。你呀，再这么宅下去，我看你以后怎么嫁人。行了，总之这一次你是帮了我大忙了，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跟我说。一言为定，你可得给我打个欠条才行。行。不可能，青城集团根本不是我们可以企及的存在呀！哎，你们说的那个青城集团，如果是龙都的青城集团，我倒是有一点办法。我的叶大总监，你可真是什么话都敢说呀！那可是青城集团，别说我们这种小公司了，就连大夏排名前10的上市公司都不敢保证能巴结上的。那怎么了？他们不行，不代表我不行。谁还没有一点人脉呀？芷兰，你不用安慰我，大不了雷霆公司我不干了，我也不会向他们妥协。不是，你干嘛不相信我啊？哎呀，算了，我不跟你们说了，我把你们带过去以后你们就知道了。啊，不是，你真认识青城集团的人？怎么发现自己吹牛吹大了，不敢了？不是，我现在真的有急事。这样，我给你们写了这个条子，带这个去青城集团找他们董事长，他一定能解决你们服务器问题。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啊。谢谢。温总，你真信他的话？就凭一张破纸，想花上千亿的服务器，疯了吧？老板，叶小姐真认识夫人？不知道，当初就是因为她逼我出国留学，才导致我和奶奶没有见到最后一面，所以才跟家里断了联系。出来创业这么多年，她连看我一眼都不想，就想着逼我回去，又怎么可能因为芷兰而帮助我？不过老板，叶小姐好像每次都能够帮到我们，要不我们试试？试试。我真是病急乱投医，我妈早就下令，我不给她道歉，青城集团的大门就永远对我封闭。这一次，恐怕我们连门都进不去。
来都来了，说不定有转机呢。我对叶小姐很有信心的。你开什么玩笑？我妈可是能和国主谈笑风生，别说是云城，整个大夏都没人敢打包票，一定能见到她。算了，来都来了。站住！这里是青城集团，闲杂人等不得入内。你好，这位啊是云城雷霆公司总裁温庭筠。这次我们来啊是有要事，就需要求见一下徐董事长。见董事长，你们有预约吗？没有。没有，那不好意思了，集团有规定，没有预约一律不让见，请回吧。哎，那个是叶小姐让我们过来的。叶小姐说和董事长是旧识。哎，你看这个呀，是她给我们的欠条。哼，你们当这什么地方？招摇撞骗想见董事长的人多了，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来的，赶紧滚！你吵什么吵？赵经理，这集团总部一点亏气都没。哎，赵经理你好，我们是云城雷霆公司的，想求见一下徐董事长。少爷，少爷，对不起，少爷，我不知道是您。赵坤，我来找我妈了，让我们进去。不行，没有董事长的命令，您不能进去，除非你回青城公司接班。要不然他不可能见你的。赵经理，我们老板公司这一次遇到了大困难，要是夫人不出手，这么多年心血可都没了呀。哦，对了，这次啊，我们带着叶小姐的欠条过来的，说是夫人看到了，一定会出手帮忙。欠条？什么欠条？欠债人许云熙，收债人叶芷兰。叶芷兰，看起来叶小姐的这个欠条还挺管用的啊。少爷，你想见董事长，也不用编出这么拙劣的理由。赵坤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啊，少爷，我看呀，你还是把你那个小公司关了，真心诚意的回来给董事长道个歉，回公司接班，这样整个大夏还有什么人敢找你麻烦呀？是吧？我要是说不，那就对不住了啊！你们几个，他们两个赶出去！少爷，对不住了啊。等一下，赵经理，您要不然再仔细看一看，叶小姐是不会骗我们的。请问？赵坤，你们几个在集团门口闹什么？袁秘书，不是我，是少爷，他非要来见董事长，但是又不肯认错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。少爷，云姨，既然不是来认错的，那就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吧，交给你处理了。少爷，您也看见了，这不怪我啊，那还是请吧。啊，对了，下次来就别带什么条子了，那什么叶芷兰我也没听过，这董事长怎么可能会认识这样的人，是吧？等等，叶芷兰来了，人在哪儿呢？不是，是少爷来带了个条子，上面写的收款人叶芷兰是问董事长要债的，我就说嘛，董事长怎么可能会欠这样人的钱？闭嘴，欠条呢？我撕了。少爷，这张欠条你是怎么拿到的？是叶小姐给的。现在公司遇到了困难，服务器马上要被宙神公司给收回了。叶小姐说，只要拿着这个欠条呀，夫人一定会出手帮忙。你是说叶小姐要夫人帮少爷？对。没想到这欠条还真管用。董事长现在呢，正在和军部几个领导开会，等开完会啊，我第一时间汇报给他。
喂，喂，董事长，少爷刚刚来过。那个臭小子低头了。不是，少爷公司有困难，想过来求服务器资源。那就别管他。但是，他拿着叶小姐写的欠条过来的。什么？叶子？他们两个怎么会搞在一起啊？不行，我得亲自去一趟。你马上派人来接我。是。哥，小妹，什么事这么急？让我从老家赶过来，还带着老相册。哥，你还记得咱们以前老邻居胡奶奶吗？他儿子死得早，儿媳妇在外面工作，就剩一个小孙子跟着他一起生活。哎，那小子被人欺负，还是你帮他出的头。不过听说他被他妈送出国了。我遇到他了。啊，如果把胡奶奶留下的这本相册还给他，他应该会很高兴。哎，您什么时候这么在意这臭小子？哦，该不会……你别胡说啊，没有的事。我先走了。芷兰，你怎么来了？你难道下定决心要跟我同居了？你胡说什么呢？我是来送东西的。这是什么？你打开看看。这是怎么在你这儿？当时胡奶奶走的时候你不在，她就把这些照片交给我保管。现在好了，物归原主。芷兰，谢谢你。当初就是因为我妈逼我出国留学，所以才没能见到奶奶最后一面，让我遗憾了这么多年。对了，你们见到许元熙没有啊？没有。没有？哼，他想赖账。行。不是，他在开会，我见到他秘书了，他说会转达这件事情，也不知道行不行。见到秘书了，那应该就没问题了。那也行，东西我也送到了，我先回去了。你没事？没事。还说没事，脚都受伤了。哎呀，没事的，我回家擦点红花油就行了。你赶紧起来吧。哎，你干嘛呀？你脚受伤了，晚上肯定不方便行动，万一渴了、饿，想上厕所怎么办？今晚就留在这儿，别墅里正好有阿姨，也方便照顾。哎，不行不行，这事你说了不算。哎。温总，我还以为你不来。温庭俊，咱们今天召开这个股东大会的目的很简单，那就是我们所有股东希望卸任这雷霆公司总裁一职。各位，我温庭军自从担任雷霆公司总裁，是尽职尽责，公司也是蒸蒸日上。前不久，我更是帮公司拿下了云城政府的3个亿大订单。你们为什么要背叛我？你是公司总裁，办公司拿下业务是分内之事。没错，而且我们让你卸任，是你得罪了众神公司，损害了公司的利益。我觉着各位股东说的很有道理。你拒绝众神公司，致使他们收回这服务器，到时候咱们公司停摆，损失利益的可不止你一人。这份卸任文件签了吧，给自己一个体面的退场。刘云峰，你不但要让老板卸任，更要让他赔偿10%的股份给你们，你这是落井下石。哎，他可以不签呀，
大不了到时候我们联起营来去告他滥用职权、任人唯亲。毕竟我等这一听可是很久。温总，10%的股份而已，赔给我们，你照样还有15%的股份，饿不死，下辈子都吃穿不愁了。我们对你没有赶尽杀绝，那已经是仁至义尽了，你可别给脸不要脸了。那我要是不答应，我就不相信你能找到除了宙神公司以外新的服务器代理商。谁说找不到？你别在这胡说啊！这全球除了宙神公司以外，还有哪一家能满足雷霆公司服务器需求？还有青城集团呢？青城集？哪个青城集？你该不会说的是那个大夏军工科技龙头的青城集团？没错，就是他。小姑娘，那可是有着军方背景的军工企业集团，你做梦做疯了吧？我看他真是狗急跳墙，开始胡编乱造起来了。他要是有那本事结识到青城集团，还会坐在这儿被咱们含糊啊？他没有，我有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你不过就是温庭筠开后门放进来的一个底层打工，你能结识到我们这些上流社会，还不是因为你身边有一个被你骗得团团转的小白狗？温庭筠，你如果能让青城集团给雷霆提供服务器的话，我刘云峰愿意为小弟好，一言为定。一个总裁躲在一个女人背后，那算什么本事？快点，把这字儿签了，乖乖的赔偿股份，要不然我们集体跟你打官司。你芷兰，这件事我自己处理。想让我卸任离职，可以，不过你要答应我，不会把芷兰的系统卖给宙神公司，否则我就算公司破产，我也绝不向你妥协。温总，我想你误会了一件事儿，你现在根本没有资格谈条件，卸任滚蛋是你唯一的出路。你再给脸不要脸的话，那我们联合起来，让你消失。让他消失？哦，你真是好大的本事！老板，夫人来了。叶子，你怎么才来啊，老许？你还有没有时间观念了？你再晚来一会儿，这黄花菜都凉了。我这叫来得早，不如来得巧。要不然，某些人怎么能看到这么一出人生百态啊？对了，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学姐，也是我的闺蜜，青城集团董事长许云熙。什么？你俩是闺蜜？温庭筠啊，温庭筠，你演的确实还挺像的啊！从哪里找的这个老女人？还真像那么回事。你叫我什么？老女人啊？没错啊，老女人。她到底给了你多少好处？你居然连青城集团董事长都敢冒充？你知道你犯了多大的罪过？后半辈子要牢底坐穿吗？放肆！瞎了你的狗眼！连青城集团的董事长都不认识，平时连网都不上的吗？刘总一看，他真的是青城集团的董事长许云熙。这怎么可能？连军工企业的董事长都敢威胁，看你是活腻了。他们有枪。老许，没事儿，叶子，像我这种总裁，身份特殊，这保镖都是配枪的。温总是吧？你的事情我已经听说了。我们集团呢，愿意为你们雷霆公司提供本集团最高端的服务。不止如此，以后检查维修这一块，我们也一块包。温总，这是合同，为期10年，签了之后，雷霆公司每年只需要给青城集团支付1块钱。什么？1块钱？叶子，这可都是看在你的面子上了。还不赶紧谢谢董事长？
谢谢董事长。不客气。现在还有谁想让我卸任吗？温总，我们也是一时糊涂啊。是，现在我们全力支持温总，支持温总的一切决定。那就好。既然没什么事的话，各位可以离开了。唉，太好了，终于都解决了。叶小姐，多亏了你啊，要不然啊，温总都下不来台。芷兰，谢谢你啊。他们两个有问题。你先回去，我晚点回去。是。叶子，咱们可是好久都没见了，这次一定要多待一会儿。你放心，我这次一定好好陪你。温总，难道你不打算作陪吗？叶子，我是真没想到你会选择在雷霆这样的小公司上班。哎，不如你来我这儿吧，待遇提高10倍，而且还有发展前景，如何啊？雷霆也有发展空间啊！一个连上市都不达标的小公司，是怎么能配得上我们叶子的才华？是不是？老许，其实雷霆挺好的。挺好的，谢谢。哎，我说温总啊，你的家教没有告诉过你，这有2位女士在场，你不应该帮他们加糖吗？徐总，你要加几颗糖？2颗。叶子，你呢？我1颗就好了。谢谢。我怎么感觉老许有点针对王庭珏？叶子，今天咱们不谈工作，我跟你说说另外一件事情。什么事儿啊？你看你啊，一直单身，让我这心怎么能放下呢？我身边啊，刚好有个合适的人选，这今年35，身价10亿，我介绍给你啊。不行，不行！哎呦，我说温总啊，你这也太没有教养了吧！啊！哎，再说了，我给我的闺蜜介绍老公，你激动个什么劲儿啊？因为我不能说，要是让老许知道我和你的关系，我就没脸见人了。因为什么？我是他老板，你要是给他介绍老公，她嫁人了以后还怎么帮我工作？我们之间可是签了合约的。哦，原来是个黑心的资本家呀！行啊，那你们合约赔偿金是多少？我给你2倍。哎，不，10倍。为了我的好闺蜜能有一个好归宿，这个钱我出了。你有钱了不起是吧？对不起啊，这有钱啊就是了不起。老许，你也知道的，我这个人很重视契约精神，而且我暂时也没有嫁人的打算。徐总，听到了吗？以后不要再乱点鸳鸯谱。好，叶子，我都听你的。不过呀，你暂时不打算结婚也不是不行。哎，你可以先谈恋爱呀。你说你一个人在这边工作，没有人照顾你，我也不放心啊。行，好。还有啊，这找对象啊得看清楚，千万不能找比自己年纪小的。这不会疼人不说，脾气还大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这找对象一定要找跟自己年龄相当的，或者比自己大一点的也行，会疼人。我身边可是有很多这样的人选哦。
徐总，你就别再操心这件事了。芷兰她想找什么样的，这是她自己的自由。我说温总啊，这就没有人告诉过你，这随便打断别人说话是一件很不礼貌的行为吗？再说了，我可是你的恩人，你要知道感恩。老许，虽然你确实帮翁庭君一个大忙，但是我怎么觉得你总在针对他呀？而且你训起他来跟训儿子似的。再怎么说，他也是公司老板。哎呀，我训斥他，可不就是训斥儿子吗？你怎么能侮辱人呢？难道你没有告诉过叶子，你应该把我叫什么吗？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妈。什么？她是你妈？你是他儿子，你是他妈？对喽，他呀，就是我那个不听话的逆子。之前没告诉你，是因为我跟他关系不好，他一见面就挑我的刺。行了，这告状的事情啊，以后再说。现在的时间，你坐下，是我和我闺蜜茶话会时间。哎，叶子，这男朋友的事情，你可得好好考虑考虑。只要你点头，我明天就让他们排着队来跟你约会，直到啊你挑一个满意的为止。不行，你不能给他介绍男朋友。凭什么？就凭我是他男朋友。你是她男朋友啊，叶子，他说的是真的。哎呀，那这么说，你就是我儿媳妇了啊？还没有，但是也快了。这我记着你比他大3岁吧？大3岁怎么了？我就喜欢比我自己大的。我从小就喜欢这。我回到云城的第一件事，是因为奶奶；第二件事，就是为了找到她。我现在跟她在一起，没有人能拆散我。这么义无反顾啊？没错，这个世界上，任何人都不能阻止我们在一起。可是我看起来你们两个不是很般配。妈，我知道你是千亿女强人，能和国主谈笑风生的大企业家，但是你也不能戴有色眼镜看人。芷兰她很好，她比任何人都好，她没有配不上我。你疯了！我说的是你配不上她。什么？我配不上她？没错，这叶子才华横溢，网络技术，整个大夏你找不出第二个人。性格又好，能跟你妈我当闺蜜的人，你觉得你能配得上？我不管，配不上我也要配。哎呦，你这是要硬配啊！啊，叶子，你同意他吗？你要是不同意的话，我立刻派人把这臭小子抓回京都去，不让他来骚扰我愿意。行了，我终于看明白你们两个的小心思了。刚我在公司的时候就觉得你们两个不对劲儿，我不试探一下，你们还不肯说实话。老许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叶子，你能当我的儿媳妇儿，我简直是太开心了。我就是担心啊，我这臭小子年龄小不懂事儿，回头啊你受欺负，所以我才帮你考验考验他。不过现在好了，结果是好的。这虽然我这个臭小子啊智商不够，但是本性不坏的，而且对你那也是没得说。我这些年啊拼死拼活打下的亿万身家，这总算是有用武之地了。到时候全给你们当彩礼啊！宋河，这都2天了，咒神的工程师还没修好服务器呢。我也没想到他们这么慢，每天上午10点钟，这中午吃个饭还要午休呢，一到下午5点，连个人影都看不见。说什么米国没有加班的规矩？我不管，现在公司每天要损失几千万，你要是再处理不好这件事儿，你就等着我爸问责吧。我现在去催。那个2位工程师啊，
咱们能不能快点维修呀？这都2天过去了，只能怪我们，是你们公司防火系统不行，这才导致我们服务器主板变少、更换状态，甚至是很复杂的工作。知道这很复杂，那你们加把劲儿嘛，我们钱也给了，是吧？我们公司实在是等不下去了。再这也是这个速度，还有工作期间你不能过的，谁知道你们会不会偷窥盗窃我们的维修技术？滚！是。行了，服务器主板更完整，可以重启。太好了，快重启！好，亮亮，你快看，我们的服务器修好了。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小王总，服务器又烧坏了，这次瘫痪的更彻底，几乎达到了100%。两位工程师，这怎么会这样呢？不可能，我们才更换主板，7路修的破纸也脱掉，不可能被烧毁。我知道了，上次黑客入侵后，病毒藏在系统里面，刚才重启服务器，病毒死灰复燃，服务器直接爆雷了。到底是怎么做事的？董事长，张总，这次服务器被烧，还是你们公司的防火系统比我们维修。宋河，爸，你没事吧？带他耗费半生心血，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公司，就要毁在今天，也不是没有办法，什么办法？快说！只要能拿到林地公司还为叶小姐设立的防火系统，再配上我们的服务器，能解决很大的问题。对，找叶芷兰，找叶芷兰。可是爸，他已经被我开除了，还会回来帮我们吗？这件事是你跟宋河搞出来的，你不去，就算跪着求，也要把他求来，否则我跟你断绝父女关系。我要找最好的律师，把宋河告到倾家荡产。现在叶子可成了我的儿媳，怎么说我都不能亏待她。你进来一下。董事长，您找我。袁冰啊，你去安排一下，把这一届的全国信息商会安排在云城，并且提供100亿的扶持资金，由头呢就是支持当地科技企业。董事长，您这是打算扶持少爷创业吗？他那个臭小子可不值得我动用资源去帮他。那是，我是为了我的好闺蜜叶芷兰。哦，对了，你找一家跟我们合作的大企业去承办这件事情，毕竟呢，我们是军工企业，不好直接参与。我懂，我一定会找一家最有实力的企业去办这件事情，而且找一个信得过的人去亲自监督完成。好，那你去忙吧。叶子啊叶子，我这个好闺蜜呀，可升级成你未来的婆婆了。哼，这份见面礼不算失礼吧？宋典，严秘书，你去联系一下贵和集团，让他们主持这次的信息商会，地点呢就在云城，并且提供一份100亿的扶持基金。任秘书，这云城是个小地方，为什么如此重视啊？你不懂，董事长的闺蜜叶芷兰小姐就在云城，技术大牛。董事长这次也是为她破例的。原来如此啊！对了，我记得你家也在云城，这一次的商会落地布置全权交由你负责。谢谢袁秘书，保证完成任务。
不对呀，叶芷兰，她不是我堂弟宋河的女朋友吗？他们就在一个公司啊。嘿嘿呀，宋弟啊，宋弟，你这下飞黄腾达了，只要把这个事情办妥，连升3级都行了。嘿呀。好了，防火墙系统已经调整为最高级的模式状态。这一次换完服务器啊，就可以完全支撑所有性能释放，没问题了。叶小姐，你真的是太厉害了。哎，你们温总呢？哦，老板和高层开会去了，一时半会结束不了。哦，今天还有同学聚会，我差点都给忙忘了。李秘书，我还得回家换衣服什么的。剩下的工作就交给你们了。好，叶总监，我派车送你了。哎，不用，我打车就行了。再见。哎，芷兰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啊，这次你一定要帮帮我。那个宙神公司的工程师他没修好服务器啊，我们这回需要你的防火墙系统。你要是不帮我的话，那我不仅要赔得倾家荡产的，甚至还有可能要坐牢呢。我凭什么帮你？我对你来说不是一个让你恶心的老女人吗？哎呀，芷兰，这都是我的错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以前是我助缘魔心，这次你就帮帮我吧。是啊，叶主任，千错万错都是宋河的错，要不是他挑拨离间，我怎么可能开除你？现在弘扬是真的快不行了，我爸也急得住院了，你就帮帮我们吧。小杨总，我记得当初您开除我的时候问过你，要不要问一下董事长？您当时说不用，你有宋河就够了。我叶芷兰虽然不是什么坏人，但更不是圣人。我扪心自问，之前在弘扬在公司的时候对得起你们，但现在我到了雷霆就要对雷霆负责，我是不可能帮你们的。你们走吧。如果我帮了你们，就是辜负了温庭筠对我的信任了。我都这么求你了，你还是不肯帮我？我做不到以德报怨。堂哥，堂弟啊，这次你发达了，我费尽唇舌说服了我们青城集团的董事长，决定将信息商会开在云城，点名扶持你们公司呀。扶持基金可是有100亿呀！真的啊？小杨总，我哥跟我说，真的，千真万确，而且我堂哥就是本次信息商会的负责人。老女人，你是不是特别讨厌别人叫你老女人啊？老女人，你别以为我们没了你就不行了。我告诉你，没有你，老子今天照样拯救弘扬。你还有温庭筠都给我等着吧，迟早玩死。走。莫名其妙。罗西，你这论文材料写的是什么狗屁玩意儿？就这种水平，别想从学校毕业了。小希，没事的，我帮你补课，我帮你重新写论文啊，没事的，别哭了。小希，我们就要毕业了，以后咱们就见不到了。芷兰，我能毕业多亏了你，你的恩情我记你一辈子。我罗西发誓，等我以后发达了，我一定千倍百倍的报答你。哟，这不是我们的叶大班长，姗姗来迟，这么忙，到底在哪儿高就啊？你要不说，我还以为他是这里的服务员呢。我可记得他在在哪家公司当程序员来着？程序员？哎，
叶芷兰，我叫你一声班长，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。在我看来，你就是个破写代码的。我告诉你们，我今天来同学会是看在罗西的面子上，不然你们以为我真看得上你们？叶芷兰，你不会真以为罗总把你一个臭程序员当姐妹吧？就是，罗总现在可是千万资产公司的总经理，未婚夫可是即将与雷霆公司合作的企业家，想跟人家攀亲带故续姐妹情，你配吗？听到没有？你根本不配来参加我们这些成功人士的同学会，立马滚蛋！小希，你来了。哇，好大的钻戒啊！看来以后得跟着你混了。我看看，别拿你的脏手碰我。瞎了吗？看不到我这一身名牌价值不菲，弄脏了你赔得起吗？不是小希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看你不光是瞎，耳朵还聋。你们公司是专门招残障人士来工作的吗？那也行，今天你就站在这里伺候大家吧。啊，对了，以后别直呼我的名字，要叫我罗总，听到了吗？叶芷兰，叶芷兰。叶芷兰，还不快谢谢罗总，不然像你这种社会底层，今晚连进这个宴会厅的资格都没有。就是，这里可是云城最高端的5星级酒店，要不是罗总安排，你这辈子都没机会踏进来。罗总随便买个包，都抵得上他1年工资了。可耻！罗总的公司马上就会跟雷霆公司合作，那可是云城前3的大公司。到时候罗总水涨船高，年入1000万都有可能。小希，别跟我套近乎，你还把我当成以前那个跟你一起逛图书馆的跟班呀？这些年你不过就是一个混口饭吃的程序员罢了，还以为自己是班长呀？看清楚了，现在我罗西才是同学们众星捧月的对象，而你连给我擦鞋的资格。叶芷兰，有句话说得好，凤凰不与鸡为侣。你一个臭程序员，有什么资格跟罗总做姐妹？对了，罗总，你们公司还缺程序员？那倒是不缺。不过倒是真缺几个干苦力的金姐，尤其是像你这种不会看别人眼色的，最适合去小厕所了。哟，我可是听说叶芷兰到现在都没有结婚，她连个男朋友都没有。哎呀，看看人家罗总，未婚夫是大企业的高管，而我们叶大班长恐怕还是个老处女吧。这种女人，谁找到谁不得倒血霉呀！哼。小希，我想过谁都会变，但唯独没想过你会变。哎，你错了，人都会变，区别在于有的人越变越好，比如我，而有的人只能越变越废，就像一滩烂泥一样，比如你。那我就在这儿祝你前程似锦。我让你走了。让开！来都来了，别急着走嘛。怎么着，大家都是同学一场，不如你就待在这儿，等我们吃完饭了以后，你再捡些残羹剩饭吃吃啊。哎呀，反正啊，这些吃的都是你平常可没有见过的高级食物。或者你把我哄高兴了，在场我随便给你找一个男的，帮你把老处女的名号摘了，怎么样？不过要现场表演哦，跟你说话呢。各位，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。老板，芷兰呢？下班了没有？老板，叶小姐她去参加同学聚会了，你一直在上班，就没来得及告诉你。同学会？知道了。都9点多了，应该开的差不多了。走，我去接她。老板，
你真是一个体贴的小男友啊！你敢打我！罗西，我告诉你，我不管你现在什么身份、什么地位，我是看在过往的姐妹情谊我才来到这儿的。现在什么都没有，别再把咱们最后的同学情给磨光了。我去你的情谊！你是不是还没搞清楚你跟我的差距呀？像你这种底层，我随便一句话就能让你失业，动动手指就能让你消失。你也配跟我谈情谊？你现在不就是看我现在飞黄腾达了，想过来巴结我、捧我的臭脚吗？就你还想站着要饭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着镜子，你配吗？我曾经以为咱们是最好的姐妹，一辈子的姐妹。好姐妹，你算什么东西啊？你睁开眼睛看看，今天在场的所有人，哪一个不是看在我的面子上才齐聚于此的？他们过来都是因为我，不是你想跟我分饭吃，你得跪着跟。来，现在就跪下来，给我磕3个头，再说一句罗总我错了，说不定呀，我大人有大量，放你一马，还能赏你口饭吃。对，罗总，对不起啊，是我错了。我叶芷兰与罗西从今往后再无关系。芷兰，你在哪儿？同学会去晚了吗？我来接你。不用了，我马上就回去了。哎，你还给我！你小屁孩儿，你这么大年纪还玩老少恋呢？哎，我说小子，你该不会又丑又穷吧？不然怎么能看得上叶芷兰这个老处女呢？我跟你说啊，你要是再不过来的话，这个底层没权没势的女朋友，恐怕就连宴会大厅都出不去了。你是谁？在哪儿？云城星豪酒店。我马上到。说我又穷又丑，在云城还没有人敢这样说我。李岩，给我备车，去星豪酒店。是，老板。你给我，罗西，我劝你适可而止。你让我适可而止啊？得罪罗总就是得罪了云城最顶层的人物，到时候别说开除这种小事，就是让你滚出云城，那都是有可能。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，跟罗总说到此为止啊？你配吗？我劝你啊，还是好好想想，等会儿你的小男朋友一来，你们2个该怎么跪求罗总放过你？不如这样吧，我给大家加一个即兴节目。等会儿呀，等他那个小男朋友来了，就让他们2个当场给大家表演一下，什么叫做老处女配穷屌丝。好，一会儿可都记着拿手机出来录像，谁要是不录，那可就是不给我罗西面子。罗总，像叶芷兰这种女人，能找到什么好货色？让我看了你们狗格，我还怕脏了你。再胡说八道，我继续抽你！叶芷兰，我看你还是没搞清楚自己的身份。既然你这么不知天高地厚的话，那我不介意让我的未婚夫也介入。到时候可不光是你，就连你那个小男友，恐怕都得跟着你一起饿死。至于现在嘛，给我撕了他的衣服，扒光他！我很好奇，整个云城谁有那么大能耐，动我温庭筠的女人？你来了，想你了，想接你快点回家。叶芷兰的男朋友这么帅吗？这颜值，这身材，他好像男明星啊！这怎么可能？你真是叶芷兰的男朋友？很意外吗？哼，长得帅有什么用？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男人。
不会是在酒吧里面做牛郎的吧？你应该庆幸骂的是我，骂的要是芷兰，就不止这一巴掌这么简单。上你嘴贱！罗总，你看看这个小白脸，当着你的面都敢胡乱打人，等会儿一定要好好教训他们，把他们扒光，给这对狗男女拍照。帅哥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有权势有钱的女人才值得。我是汉语公司的总经理吴昕，高兴认识你。汉语公司，就是一个跟我求一碗饭吃的公司的总经理，这也配让我认识？红贝，我来晚了。宝宝，我被人欺负了，有对狗男女欺负我，说你是我未婚夫，他们一点面子都不带给你的。啊，在云城还有人敢欺负高黑人？谁呀？是谁吃了生心 BOSS 的？就是这对狗男女。就是你们这温总。温总，温总啊，温总，没想到你大驾光临，你应该不是我未婚妻的同学吧？宝宝，他是……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们雷霆公司的总裁温庭筠，年纪轻轻就已经是水管公司总裁了。温总，现在知道叫我温总，不叫我小白脸了？什么小白脸？高瀚宇，你未婚妻在这所谓的同学会上，联合这些人羞辱我女朋友。我现在正式通知你，雷霆与你公司的合作取消。另外，雷霆将会对你的公司进行全面绞杀。以后在云城，哪家公司和你合作，就是与我温庭筠为敌。李岩，取车。是。我们回家吧。嗯。温总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啊！温总。宝宝，我们这下怎么办呀？都是因为你，臭婊子啊！给我等着，还狗子亲下点山，我就不姓高。今天真是谢谢你了。想谢我，可不是嘴上随便说说，证明给我看。哎呀，你快放开我，我要去工作了。不要，你的工作就是被我抱着。老板，你进来门都不敲一下子吗？什么事？说。老板，这是全国信息商务邀请帖，这一次举办地在云城。知道了，出去吧。你干嘛啊？丢死人了！丢什么人？你知不知道，你笑的时候特别好看。老板，又怎么了？那个京都贵和集团的老总吴顺明想要见你。贵和集团？啊，就是那个1000亿市值的老总想要见我。啊，对，知道了。温少爷，您母亲吩咐过了，这次的信息商会，最后获得扶植的是雷霆公司。哎，我这个亲妈终于开窍了，总算对我这个亲儿子上心了。那个，不是这样的。徐总说了，是为了叶小姐。我？刘董，这次只要你跟我们合作，我可以帮你把温庭筠赶出来。宋总监，你如果真有那本事的话，之前可不会输那么惨。刘董，这次全国信息商会开到云城，我堂哥宋典就是本次信息商会的负责人，而且我堂哥已经打点好，这次贵和集团的100亿扶持基金项目将会给到我们弘扬。
此话当真？千真万确。不过你们帮我把温庭筠赶出公司，对你们有什么好处？当然有啦，刘董，只要温庭筠离开雷霆，那么你就是雷霆的董事长了。到时候你把叶芷兰设计的防火墙系统和维修技术拿出来，我们两家公司一合作，做大做强，再创辉煌。我就知道这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。哎呀，这什么话呀？这叫互惠互利。对，互惠互利。可以，那咱们就合作愉快。为了我们美好的明天 ，Cheers！ 叶芷兰、温庭筠，你们给我等着！这次云城的信息商会，看老子怎么玩死你们！这位就是我堂哥，本次信息商会的负责人。贵和集团那100亿的扶持基金，就是我堂哥争取来的。不瞒你说，就连贵和集团的老总见了我堂哥，那也得给几分。哎，宋总，信息商会能入主云城，不可摸呀。哪里，宋河是我堂弟，一家人，我不帮他帮谁啊？这下你放心了吧？啊，一个小小的雷霆，有我堂哥在，那是手拿把掐。温庭筠下台，那就是分分钟的事儿。什么阿猫阿狗，敢跟我堂弟作对，不知死活！你放心，堂哥到时候呀，给你卸他2条腿。这温庭筠的女人虽说冷了点，但底子确实还不错。等解决完她，我把她的女人。好，就喜欢成熟的。啊，来！哎，喂，哦，是，我知道了。堂哥，怎么了？集团发来消息，让我去接一下贵和集团的吴董事长，我得赶快过去一下。你在这儿帮我好好看着。好，没问题。堂哥，你就放心去啊。来，咱们继续啊。宋河，这次多亏了你，不然我们弘扬公司也不可能有一飞冲天的机会。哎呀，这什么话呀！老板，这一次信息商会啊，来的都是云城有头有脸的公司。不过好在啊，夫人早安排好了。我妈就是多此一举。有芷兰的防火墙系统在，试问哪家公司可以和我们雷霆竞争？哇塞，你们好大的口气呀！温庭筠，你们还真敢来呀！这个全国信息商会，全云城的公司都可以，我们为什么不能来？你别以为你侥幸混进这信息商会，就能拿到这100亿扶持基金项。刘云峰，你作为雷霆第2大股东，怎么和竞争对手公司的人站在一起了？哎，你这什么话呀？刘董可是我请来的贵客，有什么不妥吗？哼，那还真是那句话，蛇鼠一窝。你，温庭筠，现在我让你忙，但有你哭的时候，还有你啊，叶芷，你们一个都别想跑。怎么，你这么快就忘了当初你下跪求我回弘扬帮你的时候了？那他妈是之前，你给我等着，等今天弘扬拿到了100亿扶持基金项目，我就让你知道得罪我的下场。据我所知，100亿扶植基金项目是专门针对有实力、有潜力的科技公司，换做以前，雷霆未必能行。不过现在，没有实力的是弘扬才对。文庭筠，你别以为叶芷兰搞了个防火墙系统出来，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我这个人
一向信奉实力为王，有芷兰在，我们雷霆就不会输。至于比其他的，你未必能赢。是吗？老板，不好了，公司那边传来消息，叶总监的防火墙系统资料失窃了。什么？怎么会失窃？不知道啊，技术部那边的视频监控全部被删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技术部外人是进不来的，除非是自己人。刘云峰，这件事是你做的吗？不错，是我做的。你为什么这么做？这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实话告诉你吧，我和宋总监已经商量好了，等我们拿到这100亿扶持基金项目，把你赶出雷霆，我做总裁，我们俩一起开发叶芷兰的防火墙系统。叶芷兰，你有技术又能怎么样呢？到头来还是一个臭打工的啊！你还想蹦上温庭筠这条大腿是吧？殊不知啊，最终还是为我们这些人上人服务。老女人啊，你呀，一辈子都没有翻身的可能。哼，我还真是低估了你们的厚颜无耻，没想到你们把堂而皇之的犯罪说得这么理直气壮。宋河、刘云峰，我劝你们赶紧去自首吧，纸里是包不住火的。一旦贵和集团知道你们的所作所为，更不会选择弘扬。看来温总还不知道吧？这次信息商会的负责人可是宋河的堂哥宋典，他已经内定了100亿扶持基金项目是属于我们弘扬的。你们就算来了，也只有陪跑走个过场而已。温庭筠，你就认命吧，你们没有一丝能赢的可能。到时候我堂哥会亲自出手，帮我把你赶出雷霆，让你一无所有。我很怀疑你的堂哥是否真有你说的那种能量，不然你以为呢？温庭筠，你死定！哼，死定了！我劝你们还是调查清楚，不然到最后丢人的是你们。叶芷兰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恐怕你还不知道雷霆公司在我堂哥面前究竟是怎么样的存在吧？他一根手指就能够碾死。不错，能成为信息商会的负责人，的确是雷霆惹不起的大人。现在知道怕了？叶芷兰，当初开除你真是我人生最正确的选择。行了，既然你们连防火墙系统的底牌都没了，那就赶紧滚吧。芷兰，要不我们走吧，免得在这丢人现眼，还要受他们的屈辱。哎呀，别急呀，走了以后，后面还有好戏怎么看呢？吴董事长，没想到这次你会亲自来。你们徐总安排的事情，我可不敢马虎啊，不得亲自跑一趟啊。对，也是。对了，宋典，到会上还有多久？看路程10分钟左右吧。好。怎么不肯死心啊？是不是非得看到结果才肯认命？哎，我看他们是走投无路，不到黄河心不死哦。对呀，老板叶小姐，你看他们那个样子，言之凿凿的，咱们留下来只能成为笑柄。哎呀，别呀，万一呢？万一最后不是弘扬，那不就有好戏看了？你他妈到底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我堂哥亲口跟我说的，难道还有假的不成？我看啊，他们就是故意的，知道我们弘扬最后会获胜，所以在关键时刻想出来捣乱。哦，还真是胆大妄为呀！你们竟然敢抱有这种想法，我看你们简直是活腻了。宋河，我劝你把事情真相搞清楚，否则后果你承担不起。你他妈敢威胁我？来人！温庭筠，你们赖着不走，企图扰乱会场。今天我不收拾你们，怎么做到以儆效尤？别乱来啊！给我一人打断一双手。叶芷兰，以后你就用脚血待我吧。
宋典，你再去检查一下扶持基金项目的文件都同意，我先去会里看。好，吴董事长，我先送您上去吧。哎，不用了，你先去忙。好，那您慢点，我稍后就过去。宋河，你别乱来，后果你承担不起。事到临头了，你还敢威胁我？今天你们一个都别想跑！温庭珏，我说过了，你是斗不过我的。你以为遇见了叶芷兰是帮了你吗？其实是害了你。现在后悔了。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选择就是跟芷兰在一起，我当然不后悔。我也不后悔。丢你老毛啊！死到临头了还敢在这儿秀恩爱，给我狠狠的打！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的男人不但会做点小生意，还会练拳脚。就算再来几个，我一样可以保护你。好，好，好，连贵和集团的安保都敢打，温庭珏，我看你简直是活腻了。今天老子不把你彻底打废，我都对不起我堂哥。说不定你堂哥还夸奖啊！对呀，来人！这么多，你能打得了10个吗？开什么玩笑！我又不是叶问，当然不行。愣着干什么啊？还不赶紧给我动手！你们在干什么呢？都给我住手！住手！你们干什么呢？你们干什么？温少爷，叶小姐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。你要是再晚来一会儿，我就要被你们集团的安保交代在这儿。混账！你们怎么敢在这里打人？哟，老不死的，你他妈谁呀？叫什么？老不死的？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，这儿除了你这个老不死，还有哪个不死？我倒要问问你，你是谁？这里是贵和集团召开的信息商会，谁给你的权利在这打人？就凭我宋河，是弘扬集团的技术部总监，而我堂哥是本次信息商会的负责人宋典。这么说，你仗着你堂哥在这里耀武扬威？是又怎么样？老不死的，赶紧给我滚啊！否则我连你一块收拾。混账！我一块收拾？我就是贵和集团的董事长吴顺明。吴顺明，居然敢假冒吴顺明董事长，你活得不耐烦了？打我！老子打的就是你这个老不死，狗胆包天！我堂哥已经亲自去接吴顺明董事长，你竟然还敢在这儿假冒，简直是岂有此理！吴顺明混迹上海几10年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从来就没有人敢这么羞辱过我！我呸！羞辱！你再不滚，老子扒了你的皮！吴董事长，在你自己的地盘都能被人羞辱成这样，什么时候你还有心情开玩笑？叶小姐，没事，我能顶得住。看看你是怎么扒我的皮！你以为我跟你开玩笑呢，老不死的！我告诉你，我堂哥一句话，你们今天都得交代在这儿，懂吗？送你是吧？看看谁给他这么大的能量！我去你个老不死的！老不死，你竟敢直呼我堂哥的大名！
宋典，我给你1分钟，1分钟之内，你给我马上滚到这里，否则你以后不用再出现了。是，我马上来。哎，这是发生什么事了？吴董事长发这么大的火？哎呀，死到临头了还敢装模作样的！吴顺明这辈子还没有受过这种屈辱，看我今天不收拾你，我吴子倒着血！演，你就接着演，就你这熊样还吴顺明董事长，我看你就是温庭筠他们找来的演员罢了。你能不能别往这张老脸上面贴金了啊？温少爷呀，这人怎么他妈这么混蛋呀？他就是一个混蛋。当初芷兰被开除的时候，就是被他陷害。好，算上叶小姐那份儿，今天新仇旧恨一起算。当然要算了，只不过是我清算你们。温庭筠，你赖着不走，企图扰乱商会，还有你这个老不死的，竟敢冒充吴顺明董事长。等我把你们一块收拾了，我相信我堂哥肯定会在吴董事长面前替我美言几句的，说不定啊，我还能去贵和集团上班呢。亲爱的，你要是高升了，可不能忘了我呀！那肯定不会的呀。上班，我看你就是等着去坐牢吧！不让你把牢底坐穿，我就不姓吴。老不死的，你还来劲了是吧？给你们工资是干嘛的啊？这信息商会马上就开始了，还不快给我把他们抓起来，拉出去，一人打断2条腿！快给我住手！哎呀，宋恒，你在干什么呢？堂哥，你来的正好啊！这个老不死竟然敢冒充吴顺明董事长，我正替你教训他呢。什么？混蛋！堂哥，你打我干什么呀？肯定是你堂哥嫌你处理的不及时，信息商会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对，堂哥，这件事是我处理的不妥，不过你放心，这吴董事长不是还没来呢吗？我现在就找人把他们拖出去，一人打断2条腿，给你出气。你真是蠢到无药可救！你想死，你别连累我呀！哎呀，堂哥你就放心吧，我处理他们那就是分分钟的事儿。你帮我争取的那个100亿扶持基金项目，我是肯定不会辜负你的。哎，对了，等我把他们处理完，就把叶芷兰那个贱人给绑起来，送到你床上。什么？她是叶芷兰啊？对啊，怎么了？好呀，原来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你安排的，趁着给你的权势，你让你的堂弟为虎作伥，狐假虎威。你们2个他妈的简直就是蛇鼠一窝！不，您别听他胡说呀！哎呀，你个老不死，你怎么跟我堂哥说话？你活腻了啊？你快闭嘴吧你！董事长，吴董事长，这一切都是他安排的，都是他在胡说八道，跟我没关系啊！什么？他真是吴董事长？蠢货，这次被你害死了！我早就告诉你们调查清楚，否则后果你承担不起。宋典，你总有你堂弟胡作非为，你信息大会的承办人资格没了。至于你在青城集团的职务啊，也没了。你到底是谁啊？堂弟就是个蠢货，你跟他也差不多，连青城集团董事长的儿子都不认识。这次信息大会就是徐董专门委托我举办的，
专门把这个项目给她的好闺蜜叶芷兰。什么？少爷，叶小姐，我知道错了，这一切都是我堂弟造成的，跟我无关呐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拖出去，赶住会场！啊，不是，董事长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呗！董事长，董事长，董事长！子云，宋河是吧？竟敢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打我，不让你坐牢，起诉到你赔的倾家荡产，我跟你姓！吴总，对不起，这都是我的错啊，我的错。小兰，帮帮我，帮我！你们窃取雷霆公司机密，一而再、再而三的犯错，根本不配被原谅。把他们也带下去，该送警察局的送警察局，该起诉的起诉。无错，无错。温少爷，叶小姐，今天实在是对不住呀，由于我的疏忽，让你们受委屈了。不关您的事，您应该比我们还要委屈。温总呀，这是100亿扶植基金的计划书，恭喜你们雷霆公司获得了此项目。谢谢。芷兰，这是怎么了？徐总，龙主大人邀请您跟他一起去外国出访，顺便看看我们新工厂建制。喂，什么？真的？莹莹，你赶快告诉龙主大人，我的好闺蜜要帮我生孙子了，我不能陪她前往国外访问了，立刻备专机，我要去云城。是。